cuts through grass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Beyond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d and not alone, a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 5.1， 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我们走吧，我们下一站是南岸小村庄，咱们出发吧。待会见，晚点见。这有个小盒子哎，这是个暖水袋，爱的誓言和承诺。需要用行动来守护和兑现。暖水。每一段亲密关系中的小摩擦，就像是换季时偶发的小感冒，来得突然，但千万不能忽视。感冒灵会一直陪伴大家，温暖守护每一段需要治愈的亲密关系。旅程昼夜温差大，希望大家注意防寒保暖，一路与爱同行。小摩擦像小感冒。是的，我跟老梁全是小摩擦呀，没有大摩擦，只有小摩擦，就是各种小摩擦，摩擦攒着大了，那就变成大的了。我的小摩擦通常都是我看不过眼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是做那个接待员嘛，他就是看到小朋友他就这样，他都是这样，他看到小朋友他都喜欢逗他们，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这样，然后他就生气了，他没有说那个时候。但之后我们进去那个房间，他就在那个老师面前说我了，说我说他，然后就说我跟你们在聊天，我们都不认真，他这样不认真呢，就是我就说他，很像小朋友。对啊，我感觉我好像个妈妈一样。但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会听妈妈的话嘛，他不听我的话，小朋友也不见得听妈妈的话，这就是关键了啊。今天那个老师说了，有一个美好的老婆，一个好的老公，怎么样要改变自己。他现在感觉是想要改变自己，想要越来越好，就是可以跟我在一起。但真的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没有找对人？刚刚有点眼眶泛红哎。哦 ，Hello， 哇，上面那个闪的是什么东西？灯牌吧。男生房间有一个人2个太阳。来，我们溜达溜达。哎，我的小头巾，你的这个给我用一下呗。对。有。哦。我还带了很多别的头巾，你要不要搞个配色，搞个黄色的给你带一下？我有，很好。哎，你把它绑头上了。美美桑尼，打了9个麦克。稀饭啦，二哥 ，Let's go， 吃饭。哦，涮羊肉，铜锅涮肉，
哇，太美了呀！在内蒙吃这个也太爽了吧！地道的北京的味道。幸福住了。那么话不多说，我先打个底料。热水。谢谢。红枣哎，红枣啊，它烂了，它破了，没事放下来。这丸子我夹不起来，拿个手。哦，小心，没事吧？小心啊！没事吧？冲一下，走，去拿冷水冲一下。你要不给我找个冷水，要不然算了。我到哪儿去给你找冷水啊？这个有点，你去泳池，要不然伸进去泡一下。算了，就2步路。他就各种的试探他，随时有雷点的，我觉得。来，走一走，走起来，小豆，这么不尊重我呀？时时刻刻的不尊重我。给我找点凉水，冲手吧。凉水冲手，我看看你手，来。不要，已经生气了。那你要不然回屋待会儿，躺一下。我说再抱会儿待。All right。我不想那个就好。OK。能皮吗？可以啊。能皮吗？可以皮是吧？後邊有啲馬。对呀，哎呀，好可爱哦！嗨，做咩呀？嗨 ，Hi beautiful。说话真的好喜欢动物。你們喊啊！佢綁得好緊啊，佢哋，整嘅佢哋都喐唔到。應該長啲啦。係咯，好緊啊，喐唔到啊。小心啊！小心你摸下，小心啊！他们俩不要谈复杂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很好。他们适合在动物园当饲养员。小心啊！咩啊？小心。我觉得他怕了，就好像他会怕，鲨鱼会怎么样？他怕被踢。呢個 OK，可以摸下都得嘅，請你摸下，小心啊！做咩啊？小心你摸下。係 OK。小心啊！佢望緊佢好緊咯，佢係咪棘住咗啊？小心啊！哎呀，佢腳夾咗入嚟啊！你看，还是他发现的。嗯。哎呀，我幫你唔到喎呢個。哎呀，棘住咗係咪啊？佢太前啦，佢好似太前啦。我們弄不到，跟啲服務員說吧。你拎一輕起 ，lift your leg，yes，lift your leg，come on，lift your leg。我跟他講英文。你踩我隻手，踩我隻手。听不懂广东他听得懂英语。小心嗎？他膽子好大哦，這踢到一腳不得了。我來吧。拎唔起佢隻腳啊！他怕还是愿意去做是的呀？卡在那個栅欄里面。哦。OK，I got you, boy. I got you. I'm OK，你幫我睇住個頭。Yes. 哦，講起來啦 OK，冇事啦。 You good？特別開心。其實 Anson 也是覺得，哎，這些馬很危險。他說你要看好我的頭，不要那個馬頭不要撞到它，因為他也覺得有點害怕。然後他就弄了，就弄好。我覺得哇，好開心。尤其是我這麼愛動物的一個人，然後他幫我實現了那個事情，他怕，但他還是做，非常非常感動。
这时候温暖的那条线又回来了。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You okay now？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啊。太好了，妈会非常谢谢你。 The hero of the horse. I just do what I'm supposed to do. Yeah, that's very responsibility, man. The more power, the more responsibility. 好，獎你個白菜。多謝晒。任务卡来喽！我能力有限，各位来吧。各位上上。各位爱人们，今天在民政局的志愿者工作体验，有没有让你更了解婚姻？有没有让你更清楚自己对婚姻的需求？请前往指定地点填写自己的理想婚姻规划书，并与大家分享。理想婚姻规划书。就是很多问题是吗？填空。哇，好多问题。写完了。我手都烫到了，你都不关心我。又开始，又来了。你，我手被烫到了，你有做什么吗？我关心你了。你关心什么了？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我说没事吧？怎么样？给你处理一下。你说让我去给你弄一碗凉水，我这确实。对啊，你看你比如说拿个什么矿泉水去里面装一点，都可以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在录制嘛，我得考虑一个大局嘛。而且这个弄一个凉水过来。那你事后也没有在关心我，或者说你有没有帮我美团买药买一个烫伤膏啊？没想到吧？没想到，我努力以后改正，好吧？就是不上心。他就是要你证明你是上心的，他要你把我放第一位。呀。今天烫伤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是我实打实需要去解决问题的。你说走吧，去冲个凉水，但当时因为我那个虫子，我害怕，我一点都不想动。我就说我不想动。如果你康熙，你是不是你去找一个常温的矿泉水或者是什么，你想弄都行。你要考虑到在录制结束的时候，你可以拉着我说走，咱们去冲一下看一下，对不对？但是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忘了这个茬了。如果你真的关心的话，你当时你结束了之后再问我一下，哎，你怎么样了？现在有没有起泡？我依然会开心的呀，是不是？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套公式。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先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而不是解决问题。赌一把，赌错了。对，我在这个两者之间还没有很精准的把控，什么时候他是需要情绪价值的，什么时候是需要解决问题的，我还是有点迷的。但是大家都被火锅烫过嘛，那种铜锅什么东西烫一下，对吧？没多大个事情。那我可能也不吭声了，就好了。对，这实际上它就是没什么大问题。我现在也疼啊。哎，我看你烫的，小小的一丢丢。你起泡了耶？对啊，起泡了呀。那还是得涂药。啊，这个烫的很厉害。我回去洗了澡再涂。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爱他美领益赞助播出，超400倍母源自护菌。那谁想开始？我来。理想中我选择结婚是因为他是我的爱人，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你把这个空又给空上了，说白了。对，在这样的婚姻里，关系就像面包、牛油一样，非常的合拍。在理想的一天里，早上和他一起打坐、做运动，白天各自忙碌，
我们会跟他通电话，还有市场。一天工作完了，我就马上回家跟他见面，跟他吃饭，亲他一下，一下。最理想的1年内，我们会一起做的事情有旅行、看大象，他很不舒服，还有瑜伽、潜水、看北极光，都是实话说过的。 1年内有一个很特别纪念的日子是8月19号，我们订婚的日子。那一天我们会去潜水、吃东西，还有去这个 North Shore 的 stream 吃虾。以上这些事情都是你喜欢做的，我也喜欢。就是把诗画喜欢的事情填在了这个空里。对，其实我不吃虾的，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过敏，而且我不太吃海鲜。回顾这1年，最令我感到满足的事情会是能更加明白我们的关系。感到一些委屈的又会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你。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再多一些旅行啊，同时跟你一起做更多你喜欢的事情。考官相当不满意了。一心里，我们会一起白头到老。白头到老，不是白头到老。白头。我们会一起手握手，是这样说吗？手拉手，手拉手，一起来面对所有挑战。我希望晚年的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的家人齐齐整整。我希望我人生最后一场旅行是一起去夏威夷。这个是他自己喜欢的。因为那里创造我们的订婚的大日子。到了7、6、8、10，如果他先走一步，我最想说的是一句话：是你令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是你令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不足以让他相信这些。如果我比你先离开，我希望你支持我们一起开心的日子，而不是我病的时候。我觉得你前面可能理解错了，你现在变成一个有对象的，应该是你自己最向往的一个。对，我都是从这个方向的。对，但你最向往肯定不是看大象，就是你不跟我一起，你肯定不会自己去看大象。对，就是你肯定不会自己去潜水。你就是他的理想。对，因为所有问题我们都是刚才花了20分钟我才写下来的。难搞的。我觉得他这个也不是很真的吧。在你的认知当中，安森的理想婚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是有个好的伴侣，在家里处理所有的事情，支持他做他想做的事情，陪伴他去他的工作，可以跟他一起运动的人，也会可以跟他一起享受他想做的事，看球赛啊，做运动啊，爬山啊，当然有呢，所以他才会这么想要挽回这个关系。Sweetheart， 我好重啊，香港真係加油加油！他东西非常的乱，也不是特别的知道怎么安排事情，所以他需要我这样的一个人去帮他管理好家里所有的事情。这个是他完美的状态，但不是我完美的状态。他不相信他写的那个版本，他不信他，一直不信他。
但我真的是想知道，如果你这一年不是我的话，你会跟他一年想做什么呢？如果不是你，对，不敢回答了。他为什么都不会说我只有想到跟你而已？都是跟他喜欢做什么就跟他做什么。对了，就不一定是你，因为我想这个是希望发生在这个事情里面嘛。结果都是跟他喜欢做什么就希望跟他一起过嘛。他现在，我觉得他那个状态，现在的状态就是很专注的要挽回我们的感情，所以所有东西都是在这个方向去做，他不会想自己要什么。潜水、看大象、看北极光，还有瑜伽，以上这些事情都是你喜欢做的。他想做什么呀？因为他现在那个状态完全投入在要挽回，然后所以他说所有的东西，做什么的行为，都是要讨好我的。这个不真实，这个不能维持的。但来不就是想挽回吗？我写这个婚姻计划书是往我心中一个我想的女性去写的，而这个就刚刚好是她。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好，所以我就用这个想象来写。然后你还加了一句要回家立马亲他一下，这个你没有写在那个纸上。一天工作完了，我想马上回家跟他见面，跟他吃饭，亲他一下。因为他告诉过我。譬如说我早上起來我都會親他一下，但一開始是沒有的，之後就說就算我睡着，你應該親我一下，回來跟我打個招呼，親我一下，就這樣，所以慢慢就會形成這個習慣吧。他喜歡這樣，咁我就跟住做咯。因为他觉得是讨好他的方向，但他不一定能做到。但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愿意去付出，就很关心大家每一个身边的人。包括今天路上有个点，有一杯美式和一杯拿铁。我先说二哥，你喝哪一个？你说你不选，你先让我来选。就是在这么小的事情上，你都会愿意去为对方去着想。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忽略掉自己一些其实真实的感受，想要的东西？有，我最看重的是，我最重要是有得奋鬥，有得鬥志的鬥。最看重的是鬥志。这个我很早已经找得出来了，所以平常我生活很隨意的。你看我睡哪里都可以，吃好與不好從來我沒所謂。我最重要是有得奮鬥，有得鬥。我很喜歡這個過程，所以別的我沒時間放在身上的。我是真心愛他，為他我改變我自己，還是我自己想贏？我現在當然想清楚，第一我喜歡他，第二我自己想贏。為他我改變我自己，這個改變是我想的，我來做一個更認識我自己，怎麼愛一個人，讓他感受我做的出來，開始有魅力了，像自己了。好，好了，到我嘞。好，來吧。理想中我選擇結婚是因為我們一起會變成更好的自己，而不是因為孤獨。我們伴侶的關係就是最好的朋友，親密的愛人一樣，非常的合拍和諧。在理想的一天早上就會說句早上好，然後親一口，親一口對上了。白天各自忙碌的時候，我會想要和對方分享我的自拍。對方，對，回顧這一天，最令我感到安心或幸福的時刻是回家見到愛人，擁抱
是爱人，不是他。理想的一年，我们会一起做的事情是去旅游，和家人庆祝节日。这一年里有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我们认识的恋爱日。那一天我们会一起吃饭，我会送礼物，吃蛋糕。回归这一年，最令我感到愉悦和满足的事情，会是互相支持大家的想做的事，陪伴我们互相的工作。然后稍微感到有点遗憾的，可能会是大家不够时间一起旅游。理想的一生里，我们会一起看世界，互相爱上大家的爱好。他真的在核对，看中了多少个？我们可以遇到的挑战是，就理所当然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在这的。我们会保持每天、每周都要花时间去爱对方，去花时间陪伴对方。我希望晚年的我们继续一起学习看世界，牵着手。我希望人生最后一场旅游是去一个大自然、很少人的地方，让我们可以享受当下的大家，没有不分心的去爱大家。到了7老80，如果他先走一步，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中，让我幸福了1000倍。如果我比他先走了，我希望他能平静的、勇敢的去享受剩下来的日子，而不是沉迷在悲伤里。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听下来，如果我不认识你，没有这么多天的相处的话，我只是纯靠听这一个规划书，我会觉得这是一个20岁的少女的写出来的东西。姐姐就是少女啊。对，就是我就感觉到，对，她的发明者是公主，她就是公主啊。对，就是内心这种少女感很爆棚。都很理想化还是怎么样？少女感体现在哪里啊？比较简单吧。简单朴实的东西，很回归初心，我觉得这一点。哦，其实就是很简单。这个是因为我看到我爷爷跟奶奶他们老的时候，他们好爱，然后我奶奶就是有那个老退化症嘛，就是她会忘记以前的东西。我爷爷还在他，对，还在他身边。到他走了之后，他基本上大概一年就走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连接，对，说不太清楚，也说不能。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最完美、最浪漫的一些关系，就是我奶奶跟爷爷他们老年的时候还牵着手，他哪里都会带着我奶奶，牵着她的手过马路，什么都牵着她的手。可能也不记得他是谁，他还会很照顾，很有耐心的对着我奶奶。这就讲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他们很浪漫。无论是他们的心是连着，你会觉得他们很爱，这个很宝贵。但安森就是一个会念书、很努力去做好的一个人但那种心灵的连接没有，安森没有给到我这个。就跟他一起也很简单，很容易，我随时可以跟他一起。但你说一定要，想要好像我爷爷奶奶那种关系，在他现在这个状态里面，可能会有点难。
他写这个我很清楚，因为呢，他第一天跟我说，还没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我想男朋友是这样。当我跟他一起的时候，他都想他的男朋友是这样，所以他其实挺向往一些简单的生活的。姐姐要的就是一个大的方向吧，成长型、陪伴型的恋人。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些，可能因为没有，所以会向往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人去明白你，去抱着你，然后他就抱着，就觉得我有这个人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可以。这可不简单。其实我跟他一起去那个看驯鹿，很开心，因为我们就是享受当下。哎呦，等一下 ，OK， 好像2个小朋友这样追来追去，就是那个驯鹿追着我们要吃的东西，好开心。或者是我们刚刚在后面帮了那个马，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可以让我很向往。和动物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是啊，所以我想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状态，2个人没有人打扰，没有手机。我们还是有点打扰了。然后就享受大家那种连接。我觉得他从来都是要求简单啊，一些事情呀，我觉得都是他非常像他。好，下一个。理想婚姻规划书，我理想婚姻的3个关键词分别是吸引、理解、尊重。理想中，我选择结婚是因为爱与被爱，而不是因为凑合过日子。思路好清楚。在这样的婚姻里，我和伴侣的关系就像好朋友和好朋友一样，非常的和谐愉快。我就是照着他写的。在理想的一天里，早上说早安，一起吃早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我们一起在家里待着，一起聊天或看看电视，互相享受这个彼此的夜晚。回顾这一天，最令我感到安心或幸福的时刻是，需要的时候你都在，回到家你总会陪伴着我。理想的1年里，我们会一起做的事情有旅行、看电影、做未来的规划。这1年里有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一天我们喜结连理，决定相伴一生。我很高兴我有你的温暖和关爱，我很高兴你能发现我的不同与美好，你始终都在。感觉压力很大的样子。对，我觉得感觉压力很大。希望明年我们可以一起真正理解和包容对方，经营好我们的家。也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的心意。理想的一生里，我们可能遇到的挑战是交流的碰撞、经济的困难、生活的逐渐平淡。但我们会一起克服困难，携手共进，找到生活中的新的激情。我们会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真诚的伙伴。我希望晚年的我们依然身体健康，保持生活的热情，是有趣的老头老太。我希望他能继续享受他的人生，幸福的、健康的走完，而不是郁郁寡欢，在病痛中受苦。我记得梁松写什么？
好啦，听完这个有什么感受啊？来了，你看啊，就觉得跟我相关的东西会占大部分的比重，就是我会觉得你会缺少一些自我的需求。那看来梁松写了很多自己的需求，写自己多一点。他这么写，我倒不会有压力的，因为我其实心里也知道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多一点点，找到一个目标，去为之而努力，而不是聚焦在我们身上。可是这是理想婚姻规划书，又不是我个人理想规划书。不是婚姻规划中，我觉得你自己的需求也占很大的比重。我写的都是我的需求啊，我想跟你一起待着，在婚姻里面，我想我可以对你畅所欲言，我想爱与被爱，我写的都是我的需求啊。梁松看看自己的答案，他现在已经害怕自己不及格了。人家表达的这么充满爱意，你很好，很好，我觉得。来吧。大家好，我是梁松，这是我的理想婚姻规划书。来了。我理想婚姻的3个关键词分别是稳定、自由和快乐。理想中我选择结婚是因为灵魂伴侣，而不是因为小朋友。这个是一样的呀，为结婚而结婚嘛，带着目的性的。在这样的婚姻里，我和伴侣的关系积极、阳光、热情。在理想的一天里面，早上我们可以轮流为彼此准备早饭，在一起听着音乐，一起去运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一起跟家人们吃晚饭，然后再陪宝宝玩。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一起喝一杯，再讨论电影。理想的一年里面，我们会一起做的事情有去没去过的地方，又或者是一起去我们一直想要回去的地方。这一年里面有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天我们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庆祝，在水边燃起篝火。我会为你唱一首偷偷给你写的歌，并且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我很开心，你和宝宝们和父母一起给我在旁边打着拍子。几杯之后，我们很开心，然后一起跳到水里面去。他怎么眉毛紧锁？回顾这一年，我最感到愉悦和满足的事情会是家人们都健康且快乐，并且知足。稍微会有点遗憾的事情，可能是没有时间跟老朋友多聚聚。希望明年我们可以一起跟家人们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理想的一生里面，我们会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我希望我们的晚年是一起在海边经营打理一家小客栈，然后时不时的有朋友，我们的老朋友和家人来找我们一起度假，我们帮他们安排好。然后我希望我的人生的最后一场旅行是一起去彼此回忆中的地方，再去看一看，再找一下当年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美好。这个也很像呀，就是没有写北京。你笑了，因为那里藏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美好的回忆，可能是一份傻傻的笑容，也可能是喝多了以后感动的泪水。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当年年轻的我们。
到了七老八十，如果他先走一步，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你相遇。这是一首歌词，歌词张学友的。如果我比他先离开，我希望他能够初一15给我烧纸。妈耶！该吃吃，该喝喝，乐乐呵呵的，不要一蹶不振。挺像他的。谢谢。初一15烧纸，真的是。这是一种挂念的方式嘛，就是不要忘掉。你很习惯跟你的朋友一起的吗？哎，他也注意到朋友，他朋友超多，他很喜欢。我听起来，很多时候都跟朋友啊一起。我喜欢热热闹闹的。可能伴侣在他的婚姻规划里，更多是一个家亲人的身份吧。大事不妙，梁松。他理想中的婚姻，他可能没有对应到我的身上。我觉得那个伴侣跟我没有关系，甚至。可能是在这个他的回答里面，我没有太感受到两个人的爱的一个他在这方面的憧憬或者是理想规划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我会有一点点的失落吧，就是伴侣在他的回答里的比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我们的关键词3个是没有一个重合的。他提到伴侣可能更多的是像是一个画里面，他是那个主角，伴侣只是在旁边起到一个衬托，他需要有这样一个伴侣，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衬托的作用。但是你说这个画里面是非要有这个人吗？好像也不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区分这个爱人和亲人的这个微妙的小区别。其实我写的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但是你的很多的描述，总体听下来会觉得更偏向于亲人，就是亲人。对啊，一定就是亲人啊，结了婚就是亲人了。亲人也是爱人，但是我觉得亲人的基础上还是要有爱情的存在。我觉得所有的感情走到中后期，其实一定是要建立在好朋友的基础上。如果你们都做不了好朋友，那又何谈真正的恋人呢？我觉得爱一定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你们现在是朋友的关系吗？其实不是，其实是家人，甚至都没到朋友的关系，因为我们之间。就是他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他这种抵触和对立的这种感觉，甚至有时候我觉得都不是说恋人，他是像一个掌控欲很强的家长，他像是一个班主任、教导主任。而我感觉我自己像一个被天天严厉管教的学生。婚姻它的核心一定是爱。所以我的着重点都在于我跟他，就是我跟伴侣2个人之间的一些事情和反应。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希望咱们能够白头偕老，我特别期待这样浪漫的爱情。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陪他到生命的最后，我觉得哇，那我们已经完成了非常多了不起的事，相伴了几10年了。明显别哭呢。我是渴望一个长久稳定，然后互相保持着爱的婚姻。我绝对不想要有一个就过日子嘛，这种咱们就是凑合，或者说是失去爱这个东西的感情，我不想。他真的好爱他，真的，他真的好爱。其实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写完这个东西以后啊，我觉得哎呦，这个东西特别好，就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每个人对自己婚姻的一个需求认知，这个很重要。
今天的这个理想婚姻规划，就是我会感觉不太满意。但是呢，为什么我会不满意？我也不知道。明明他都有提，哎，跟伴侣我们一起，我为你做什么，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个不太对劲到底源于什么？我得琢磨琢磨。对自己的感受有一些肯定的。好，我们明天呢就去那个阿尔山森林公园。机灯骑场。那明天10点半就出发啦。好，早点休息。辛苦了。太阳还是打了个疑问号的吗？ We met on a cold November day. Leaves on the ground, the sky was gray. You were a moment, I try to hold it. We spent the summer holding hands. We fell in love, we took a chance. My heart was wide open. Yeah, I still had hope then. I'm gonna leave you lonely. 我今天选择的是疑问，因为我选不出来。就是你看他词里面很多都有提到我，很多部分都有提到我，但是我作为他的伴侣，我会觉得我在他的理想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角色？但是暂时还没有想太明白，可能要找个时间跟他聊一聊吧，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我2个都填了，因为我觉得有点乱。今天又看到很多人离婚，好像也有我们的关系，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关系，但也让我看到，其实可能自己有很多问题，是不是我也好多时候会指责安森，然后晚上啊，我们就一起购了那个马。 我就是想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可以陪我去做，可能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今天这感觉非常非常好，很开心。哇，这个设计还挺好的。哎，我们应该发一份啊，我们也玩一下。观众看到应该会都觉得这个我也想填一下，值得一写。 他在那个心理咨询的技术里面，它就叫奇迹提问。先把你理想的一切都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作为一个参考来对照你现在的生活差在哪里。4份规划书里面，大家是对哪一份印象深一点？ Anson 是第一个嘛，他的全部都是以诗画为主的，以诗画的喜好来作为自己的理想的这个规划书，以他的喜好为喜好。对，我觉得诗画对 Anson 不满的地方就在于你有没有搞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描写的是你理想的婚姻，不是写我，对，不是讨好我，不是追我的一个步骤。但是他此行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追回他吗？我觉得诗画作为这个被讨好者，你讨好的越凶，我越觉得假，对我越不买账。它达到什么效果是另外一回事，这仍然是Anson 自己的一个图景。Anson 是一套假设题，对，叫做他把这此行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人，他抓住的事情叫做我做到 X 就可以和诗画在一起。他的这一次的所有的行程里面，全部都是这样，都是诗画。他的目的就是我要跟诗画在一起。中间是一个人也好，一个表达机会也好。 一个事情也好，一个考题也好，所有东西就是我能跟诗画在一起。但是诗画为什么这么反感呢？我觉得诗画其实知道一个道理，叫做你不做自己的东西都长久不了。所以他才会经常说，哎，你要做自己，你要做自己，你要做自己。但是其实呢，就是诗画呢，有时候他也会，我觉得其实也挺拧巴的。就是你讨好我只是短暂的。
因为你心里并没有认识到该这样做，你又自己这么做了，我又是不满意的。有的时候我们太快了，我们就像讨好型啊，像什么 NPD 啊，太现成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复杂性，就拿来就用。比如讨好和善意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想问问，一个人对你好，他到底是讨好还是善意？我觉得可能是区别，就是他在做这个举动或者意愿的时候，他总有一部分是非常委屈自己，而他明显感到这个委屈。而善意就是我知道我可能还做不到，但是我满怀热情的去这样做，这就是善意。对，讨好是有目的性的舍去自己，对，而善意是我不带目的的，我就是想为你好。对，实话觉得他做不到，因为这里边是为了他的喜好，而没有自己的需要。但是自己的需要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生命共同体的话，它能转化吗？就是我爱上了你的爱好，你比较喜欢游泳，最后因为跟你在一起，我爱上了游泳，这个事情最后就成了我自己的需求，这是生命融合。我们在谈婚姻不是3个月的。我自己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诗画其实第一个对安森太了解了，所以以至于他做的现在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时时刻刻的回想到过去，所以想到过去我就不信。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第1天到现在这个10天里面，中间有波澜，但是好像又回去了。而安森我觉得倒是越来越多的，好像释放自己了，他开始越来越多的真实的表达自己了。不管你怎么样，我把我自己想说的先说出来，先说完。对你，哪怕你们笑我那个耍猴戏也好，干嘛也好，难道我不懂吗？我懂，但是我知道我今天要来，我的目的是什么，是吧？我甚至怀疑那个诗画听到他这个规划书的那种不愉快、那种失望，是因为其实安森在规划书里面描述的这一段关系，可能他们19年就是这样的。诗画说19年是他最开心的，那个时候他真的变了，决定要订婚的吧？对，经历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然后后面又变回去了。所以他现在给到诗画的信息其实不是新的信息，但是可能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意思都要更加坚决和明确。一般的来说，我们是有2个东西，一个人的转变是可能的，人因为到死才不会不变，但另外一个人的转变是困难的。它有一些底层东西是要变的话是非常缓慢，所以有人说人心莫测易变，有人说本性难移，都是对的。但是我还是蛮佩服他那从头到尾那个执着一直没变。但他最近可能是因为太想赢了，最近他要赢的这个目标就是诗画。这仍然是一个斗志。诗画的这个外号不是叫诗公主吗？我觉得她整体从内而外都是一个非常公主的人。他说的他爷爷奶奶的那个生活，你仔细想一想，那不就是童话故事里面说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对吧？诗画要的其实就是童话故事那样的。这个对安森来说可能尤其难。对，这个模糊的标准啊，是的，我聊什么是叫好好聊天？他根本 get 不到这个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度。我做一件事，你给我一个正反馈。他的这个计划书里面，北极光我知道你喜欢，潜水你喜欢，大象你喜欢，我就把这个空填进去，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明确的。我在诗画的这个规划书里面读到一个东西，我觉得他是在谈论一种遗憾，他想要的是一个。我们会把彼此的爱好变成自己的爱好，以及一个合拍和谐的爱人。但是现在表现的一切就是他们2个不合拍。他就是喜欢他那些，我也觉得他没有错。他努力为我改变呢，我也没有那么受用，或者是我也没有那么指望，就很可能他不变。他是期望那种和谐是这种自然达成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在我的课程里边。专门有一节课叫那个对的人在哪里？那怎么找呢？我在人群里看了你一眼，那叫传奇。传奇是靠运气的，一般的人都是平淡无奇。所以平淡无奇的时候，选择是重要的，但是相互的这个滋养和锤炼、修炼也是重要的。它不是现成的，是变成的。安森说，以前李诗画会说，你早上起来你可以亲我一下，
然后安森就说他后来就记得了，他有很多的这种行为是习得的，对，是别人告诉他的。相濡以沫4个字，你怎么把它给事务性的一件一件具体的规划好？而且诗画第1集里面好像就说，其实他教了很多遍，一个是教不完，一个是觉得我教累了。我教给你做的和你自然做的就是不一样，对。那我们美颜的呢？美颜的就完全是，我觉得他这个爱真的是太纯粹，他整个人整个心都在梁松身上，而且。美妍在写的时候自己就感动哭了。对，她念完了之后，她的眼神就是怎么样，梁松，你是不是很感动？然后就以为梁松肯定会感动，没想到梁松。我觉得美妍写这本理想规划书是她的本色，前一天的这个离婚是她的态度。有一个这个心理，我觉得他是 double down。我如此之爱你，我加倍赌注给你，能打动你吗？他的委屈就是我把你这么放在心上，你就是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你如果把我放在心上，这个手烫了，你可以有100种办法。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理解的，就是我们经常看有一些那种偶像剧啊，会有那种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对吧？就寄希望于你知道我那么爱你，我希望所以你就能同等的来爱我吗？一定要吼出来，喊到你头脑里面去。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是确实是原生家庭不好。他自己组建了新的家庭之后，他就希望这个新的家庭和他的这个伴侣能给到他完全的补偿，把他曾经缺失的、他应该拥有的，他或者说他向往的，全都给他补上来。我很喜欢你这个说法，我觉得好像他可能也不只是表达对梁松的爱，而是说我的生活太痛了，这个人曾经给我止过痛，我不能放手。所以梁松回看自己的这一份颤颤巍巍，因为在听和美妍的时候，他都不敢抬头，因为看看自己的，怎么都是为了自己的想法而写的。但是他起来读的时候还是就是骄傲的，我感觉梁松那一刻还是有一些表演和自我陶醉的。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考虑很周全啊，因为他把孩子放进去，其实就是把美妍放进去了。对，我觉得没错啊，其实有一点哦。他讲的，他不希望他的爱情的婚姻的开始是孩子开始。我觉得他那个意思是我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孩子，这是对的，这是跟美妍是一致的。我在想，美妍有可能把它解读成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孩子，对，是因为有了孩子。梁松，我觉得大脑还是正常的，他没必要说我开头第一道题直接把咱俩在一块全盘否定掉，我觉得没有那么蠢吧。这是对的，但是他的里边就是你没有发现特别强调2个人，而美妍里边几乎全是他们2个人。但是没想到朋友在他的这个理想婚姻里面占了那么大的比重。老了嘛，就不能只我们2个相对望，还是要朋友在一起的。婚姻好拥挤啊！其实婚姻就是2个人嘛。或者是还有家庭嘛，孩子嘛，然后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个里面不写到朋友的。对，他们2个人的这2份婚姻规划书，2个人都在传递潜台词。何美妍在传递你看我有多爱你，梁松在传递你把我逼太紧。对，平心而论，我觉得梁松的这一份规划书还算是比较健康。然后美妍明明现在有那么大问题和不满，她说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起。但我觉得他们俩都蛮正常的，只不过不对等而已。何美妍如果也是碰到一个就爱得不得了的男的，2个人一对等，可能就 OK 了。我觉得美妍应该要多一点自己，把自己多一点点放在前面，而不是一直绕着梁松转。他自己也是一颗星星，他要为自己发光。所以如果是 Anson 那种写法，写给美妍就对了，以你的喜好为喜好。哦，那美妍就很吃这一套啊！哇，那爱死了。我觉得梁松的规划书关于婚姻的假设，像是在描述一个理想的大男人是什么样子。他这里面没有什么具体的人物，他有很多笼统的那个称呼，比如说家人、朋友们，这让我联想到他过去的经历。他小的时候是被到处寄养的，他到处被寄养的这个过程哈，我觉得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伤痛，总会有一些时候会觉得这个是被抛弃的，对，寄人篱下。
那统称为家人，这样我就不用去分辨是否是抛弃，还是每一家都很欢迎我。当梁松这么去笼统的去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可能这里面意味着他的一些创伤。但是这在何美妍看来，这就是你抛弃我，因为你这里面没有说我。他只看到这里面我被抛弃的部分，被创到的部分，但是他很可能是没有办法去 get 到有可能梁松也有伤痛。哎，那梁松听到美妍的那规划书，说我下辈子还要会是压力，还是说他说没有压力，他其实就是有压力了，因为他也知道他生活只有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梁松的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妍所有对他的好，都是要跟他换的，对等的回报，要有对等回报，所以梁松才会害怕，就是一直说推脱，说你要做自己，就是他现在真的是年纪，我觉得有点小，美妍，对，所以我觉得梁松跟他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未来就是会好的，这道题会迎刃而解。你们觉得不对等的感情能够维持吗？像美妍这是高要求，梁松对她的要求呢没有那么高，这种差异存在在很多感情当中，这是一个问题吗？梁松觉得感情到了中后段哈，其实爱人呢变成了亲人，就让左手牵着右手的感觉，是一个状态了。那亲人式也是很高的要求。对，亲人是你要优待的，要是优先对待的。磨合成亲人，其实就是我们血脉相连了嘛。但维嘉现在那个我那课里专门研究一章，就是不是有那种很长时间20年的婚姻，还有热恋的那种感觉是有的。这些人脑电波做出来。跟最初陷入爱河的人差不多，而不是那种陪伴型的。他们研究那个，催产素，它是依恋的嘛，在一定情况下，它会倒过来激发多巴胺。就这样的。那应该怎么做呢？他们说要共同去做那种具有内在价值的那些活动。可以讲一下吗？好奇。怎样？什么意思啊？身体的需求也有内在价值，不是为了达成那个目标，享受过程本身。就比如说音乐，就是你不会说这个音乐我要完成这个音乐，我2倍速放这个音乐，对吧？这个音乐就是内在价值，它说要有深度的内在价值，然后2个人一起共享这个东西，还要共创。你看了一个电影，我看了一个电影，我们俩就是看了2个电影嘛，个人有个人理解，拿出来交换，一个人就看了2个电影，对不对？而且不止这样，我们俩分析、争论，最后建构了一个我们第3个电影，这是我们共同建构，这是我们的解读，这就叫深刻的内在活动，有趣，这是秘诀。一开始要非常相爱，有很强这个意愿，而且不断的去推动。你说大家会厌倦吗？有一对哲学家他们怎么玩的？扮演陌生人，就是他15年结婚了，去一个小镇，然后大家分开。在哪个酒店邂逅，像陌生人那样搭讪，就你会发现，一句寻常的话，你会从新的角度去听，你会发现新的事物。play。你再说一遍 ，play， 永远不累。好了，18天的旅程呢，已经走到了11天了，就是走了一大半了。比如说 Anson 的壳，坚硬的外壳也砸出一条缝，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期待下一周。再见容易，再见很难，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昨天写完之后，我都没有跟你好好的聊我们2个人。手拿的什么？那你在你的整个规划书里，只是一个需要存在的家人。你能理解我这个话吗？教导主任拿着作业来给你批改了，不饶了，真的好吓人啊！我觉得你是做不到，为什么呢？我的爱就在这儿了。你今天来了，你是张曼玉也好，你是林黛玉也好，你每天那么屌，我没有，我又不是。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太刺激了。好，这个也不重要，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的问题。那你爱我吗？你觉得爱一个人是这样的吗？你怎么成就我成为更好的人？你怎么做呢？这跟我到底想成为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真的要逼疯掉了。这一刻我好同情梁松，真是上头了，上头了。我实话实说，我不欣赏你，很伤我。完了，要崩了。这种话也是不该说出口。我真的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人和人之间真的能沟通吗？谁呀？郭可宇啊！郭可宇啊！这
刚又哭了，还是有点感动哦。还有一位，哇，你好，艾薇哥。郭老师你好，这段缘分上天安排的比较特别，它符合又分开，还有生离死别那种，命运就是这样子安排的。好像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美好的道别。现在看还是会哭。哎，我现在也想坐到你身边抱着你。我走。车重建。之前有没有提出过要分手？最后1年半，大概20次吧。你觉得是对吗？徐进来一直在说他的问题，可能证明你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责任我是绝对有，但是我没有什么计划，没计划就是没责任啊。这句话讲得太好。你的目的是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算了。算了，我经济上依附于他人，我会觉得我的配得感特别低。如果你都没有自尊，你哪来的自信？你怎么可能找回你的事业？一针见血，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他有过类似的经验。所有的嘉宾都好喜欢他，是不是真的是在节目里面更美好展示出来？某种程度也是你爱他的点吗？各有各的痛苦吧，真的是情海里翻腾也得带。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